自由不是免费的 ，Freedom is not free， 是美国一句俗谚，就刻在华盛顿特区韩战老兵纪念碑上，是用来表示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一定会有所牺牲，也是美国人民对于美国军队、美国国军保家卫国、牺牲奉献的尊敬。台湾现在面临中国的威胁，我们一定要大力支持国军。有道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支持国防，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就是对国军最好的支持，也是爱护国家最好的表现。因此，敬请在野党不要再挡了。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寿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国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您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吴告，大家好。好，那对国人来讲的话，那包括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啊，所有这些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后的决战点？因为包括民众党不是讲说要在周末的时候自己版本吗？当然中间有一段的花絮是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包括开国防机密会议的时候，黄章总召不小心把东西带了出去，中间的42秒到现在大家都还在柯南办案，好不好？但不管怎么讲，在这个节骨眼上面，那美国在协会好 AIT 鼓励也又发生了，好吧？那也特别讲了一些话。包括那个自由不是无价的类似这样一些情形，那到底未来状况会怎么样？那对黄章总召来讲的话，这件事情，对，2月1号，当然他就不是立法委员了。那民党今天党团还是一样，那要送纪律委员会，所有这一切，那甚或大家会讲。那这2天你看到很多一些的民调，包括新北的民调。对白营来讲，现在真的在新北扮演最关键的一个角色吗？蓝营又该怎么自处？当柯文哲矛头对准了蒋万安这些人以后，那接下来的蓝白合呢？那对蓝营来说，除了内有你说蓝白之间的一些的问题，那接下来两岸之间呢，包括本来讲是在这个月底的国共论坛，现在要移到2月初，名字是不是也要稍微改一下？但不管怎么改，那这样的一个论坛，甚或对于有没有政协会，对未来又会怎么一个影响？来，创下第一个，我们先直接来看这个节骨眼上，这个礼拜发生一些事情，黄章总召不小心把东西带出去，大家还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来白营讲说这个礼拜周末要自提版本，鼓励人的发言在这个节骨眼扮演什么角色？基本上呢，我跟于将军呢。在当卫官的时候是同一个单位，所以我们有一些革命情。你们两个跟卫官是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单位，对不对？ okay 对对，在冈山的那边的花莲那个高雄的一个旅，对不对？同一个单位，所以我们两个最近都在聊天一件事情。我们当兵的时候都喜欢讲一件事情，代退红军八字轻。所以好好数馒头就好，千万不要搞3捻4，会出事的。为什么我们两个会讲这个？就讲到。黄国昌你就马上代退了，昂quân你去摸到坦克可能都会被扛，对不对？所以最好不要出事。那黄国昌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剩7、8天了，还在一直搞东搞西，不知道八字很轻吗？所以他八字轻就会出现了。所以现在去到了美国，回来之后，对不对？然后呢，讲了一些话，让古立言很罕见的1天之内连发2次声明，然后接下来呢，又有一个神奇的42秒。然后又说要自己提案，那这件事情所有推出来的，对古立来讲，他现在也要交 final report 的，要给国务院里面 final report 的，所以古立言这时候出来了，但是古立言比梁家辉优雅多了，他没有直接讲说我说完了，谁赞成谁反对，但是态度是一样的，我说完了，我都安排你去国家安全局了，我都安排你去了那个 AIT 总部了，我说完了，谁赞成谁反对，所以他就要表现出，当然他没拿出他的拳头。但是拿出他的力量，这力量是什么？首先呢，他就去了，就开始讲自由不是免费的。然后呢，我有来台湾之后，我一直走访第一线作战单位，与陆海空及陆战队的官兵交流。你要知道，你们现在挡这些东西，是对于你们台湾第一线的士气和使命感。他们让我觉得振奋人心。但是你们这样继续搞下去，他们会不会心寒呢？这时候，近年的招募成果和怎么样？因为我们过去的时候志愿率确实是比较低，那美国也谈了好几次 ，compare 什么都有讲过。但是台湾官军现在需要的是工具，
那工具你1.25兆，你正常的总预算卡在那边，你们在玩什么？然后后面讲说，其实台湾是一直往前走的，然后就暴露了现在最关键军火商在台湾设置弹药厂，然后这个就是洛斯洛普格鲁曼。那洛斯洛普格鲁曼呢，它其实跟我们台湾的渊源本来就很深，30几年前，我们的中科院就不小心拿到了洛斯洛普的格鲁曼的洛斯洛普的发动机不小心拿到的，不小心拿到的。OK， 所以那也是不小心开会的时候拿出去的，不小心就拿到了发动机的一个简图。然后不小心就有洛斯洛普的人就很关心的就住在了汉翔清泉岗旁边。然后每次我们在研究那个 IDF 的时候，算出来的数据给他们看，如果算错了，他们就，那我们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的 IDF。就是洛斯洛普的发动机为起点，所以洛斯洛普它本来在整个它没有像那个我们讲的什么洛马那么有名，可是它其实在跟我们台湾关系就很好。它在全世界军服里面 F5，我们早期的时候为什么跟洛斯洛普关系好？我们前一代的战机 F5一样，对不对？也是台湾第一次能够自制的，授权自制的。B2 幽灵战略轰炸机，这个灭国神器，T38交联机 ，FA18，对不对 ？F20，然后还有靶机，然后格鲁曼呢，空中预警机，我们的 E2D， 对不对 ？E2K 这些东西，空中预警机 ，C2A 这个灰狗这个运输机，整个下来 F14是比较麻烦，因为 F14就是现在伊朗还有啦，对不对？就是，可是就是汤姆克鲁斯。第一代那个时候开的飞机然后第一次在波湾战争16A 就是徘徊者，所以这2家公司本来就是经典的。那这个时候在我们这边设置这边，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因为29号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正在开一个会议，他要审查几项法案，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有2大法案跟台湾，4项法案有2项跟台湾国家安全特别关系，也跟军购有关。第一个就是台湾周边海底韧性、安全韧性。美国要怎么样协助保卫？那我们为什么要讲到？因为我们海底电缆常常被割断嘛，然后战争的时候就被切断嘛，通讯有问题嘛。第二个是如何确保台湾在突发状况下人员弹药能够运输顺畅。那跟在这边设，因为他们美国有讲得很清楚嘛，长期以来，台湾呢跟乌克兰不一样，被封锁，你海路进不来，你要有没有民主弹药库的储量？所以为什么洛普跟我们在合作一些基础弹药？然后第二个状况是这件事情又会跟蓝白之间的高层有关，就是王定宇讲的，最近有那个美国的极高层来跟台湾好像讲了一下，你们怎么会站在对立面？那个高层是什么？21号到23号。在台北就有一个27国、179个国际官员和专家主持的台湾周边海底电缆安全韧性会议。那这里面据说美国来的是国务院副理驻青所以如果是这个情况之下，显然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不管很多人说什么卖的东西怎么样，可是美国其实就是我都做到仁至义尽，我不只说完了，我也做到仁至义尽了，谁赞成谁反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可能民众党和黄国昌要面对的不是你们的什么纪律委员会，不是2月1号检察官请他去聊天，而是你在整个美国的角度里面，你们是站在对立面。可能民众党和黄国昌要面对的不是你们的什么纪律委员会，不是2月1号检察官请他去聊天，而是你在整个美国的角度里面，你们是站在对立面。
创下刚刚讲的那一段，其实某种程度，不管是古立言啦，或者所有这些官员透露出来的，就是这些包括国防特别预算或什么，它不单纯只是一个对美采购的问题，它可能是包括在我们自己设立一些相关，刚刚讲包括弹药啦，所有那些，就是如果万一发生任何封锁或怎么样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自给自足？那表面看起来是那弹药有没有可能还可以卖到国外去，但事实上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有没有可能自给自足？某种程度，如果讲俄乌战争的话，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当乌克兰整个被封锁的时候，因为它是陆路嘛，它跟包括北约的所有的国家，所以还记得那个时候还有北约的火车直接开进去，然后摆明了告诉你那是从波兰来的，那是从哪里来的，跟俄罗斯讲，你只要敢打这些，那就跟北约宣战。那大家都知道，那里头可能有一些就是要援助乌克兰的东西。那但对台湾来讲的话，状况跟乌克兰当然不一样，有优势有劣势，这都在这里面考量。可是某种程度，刚才创下语义之中有一段是清华，那句话是，怎么会有美国的高层会讲说，是不是我们国内有在野的高层会站在所谓的对立面这句话？你注意到川普最近在全球开战的感觉。包括他的盟国加拿大，他也这样搞，然后包括格林兰也这样搞，但所有大家后来发现一件事，川普搞到最后有一件事就是，我就是希望你提高你的军备，我就是希望你们自己要表现一下你的诚意，他某种程度是要做这个。对，那对我们来说，现在也面临到这些吗？老美现在是直接除了用喊话的以外，他干脆就直接这样，在我们国内也要画下一架道，谁是站我这边，谁是站另外一边吗？非常的明确哦，就这个川普现在的动作非常的明确了。你看哦，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啦，就这两天呢，看起来好像刚落幕的格陵兰的案子啦。好，本来不是说川普呢，既可能对格陵兰用军事行动，也可能用买的方式让格陵兰人每个人10万块美金嘛。就到最后呢，当大家看到最剑拔弩张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川普跟这个北约之间呢，用一个方式谈成了一个架构。那这架构呢，让美国跟北约可以继续往下谈，用个架构的方式呢，让格陵兰呢，等于美军对他实质还是可以有影响力。所以呢，你看哦，即便大家说川普叫 taco 啦，taco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有两边摆来摆去啦。但川普 taco 完的结果，他有没有要到他要的？他还是有要到他要的哦，他不是没有要到他要的哦。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哦，川普即便面对股票市场的反应，跟面对真实的他要的这个最后的结果，两个之间他可能会摆荡，但最后他的 taco 完的结果还是会要到他要的结果了。所以等于说，在国际的大战略上面呢，川普要的结果方向是很明确的。那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说，那川普在面对其他国家的时候，他希望你分担更多保护自己的责任，所以你保护自己的军费自己要提高，他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所以同一件事情哦，你看哦，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不是最近才解散国会吗？高市是从一上任的时候就强调告诉大家说，日本这个军费占 GDP 的比例拉到2%是必然的事情，而且高市早苗等于是提早日本3年的时间把 GDP 拉到这个军费拉到 GDP 的2%，所以换言之，在你从日本态度呢，那个高市早苗跟国会呢是很早就已经告诉你们要争执这件事情了。那如果大家对这件事有意见，反正现在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让民意来做决定，那这是日本的做法。所以你看，川普要的就是说你要分担更多自己的责任，会不会落到台湾自己身上来？当然也会。所以他当然也希望你台湾提高更多对自己的保护的责任。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古立言的这个谈话啦。古立言刚刚那段谈话其实很有意思哦，他讲的是说，这个等于说美国的这个军工大厂啦，这个诺斯洛普格鲁曼呢，他跟台湾设了一座中口径弹药的测试场。但这件事为什么知识体大？是因为呢，我这边给大家看哦，这个其实是这样，是因为呢，我们自己的这个云豹甲车啦，云豹甲车搭配的也是这个诺格所生产的巨富2式的30公里的链炮。那你知道它搭载这个链炮呢，它的状况是在于说，我们对于这30公里穿甲弹呢，过去都是需要外购的，要跟外面买的。那我们自己台湾呢，可不可以自己做？可以，但做完之后，你没有测试的环境，你没有一个原厂测试跟认证的测试环境，所以即便你自制了，你做出来了，你没有原厂的保证，你没有原厂保证，那你自己呢？云豹甲车在发射这个巨富2式的这个链炮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到炮管的寿命，也会影响到你射击的精度。那你影响到射击的精度，那你在等于之后开发的过程呢，你的这个等于说预期效果呢大打折扣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今天古立言说有一座原厂测试的认证厂在台湾出现的时候，他在跟你讲什么事情？他在讲的是说，我之后还是继续让这家诺格就这个诺斯洛普格鲁曼让这家公司继续卖你这个装甲弹，还是其实他意思是
你台湾其实可以自己变成供应链的一部分，你自己做。所以你可以发现哦，如果今天美国要吃你豆腐，占你便宜，占到底的话，他其实不需要给你这座测试场，他直接我就继续卖你东西就好了。我要占你便宜吗？我就继续卖你东西就好了嘛。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的做法是这个让诺格在台湾直接建立这一座测试场。建立完了之后呢，就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台湾自己做出来的弹药可以得到认证，所以得到认证呢，换言之，我这做出来的可以100%跟原厂一样，符合我自己这个云豹甲车可以做使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供应链的，我遇到封锁的时候，我供应链可以在地化生产啦，我不用等美军援助，我自己就可以生产。所以呢，你要封锁没有关系，我自己也做得出来，我不用呢这个在那个地方很被动的等美国来做援助啦。那第三个它的战略意涵是更重要的。这个战略讯号呢，我写在这个地方战略讯号就是说，美国等于把台湾从单纯的 buyer 买家的身份变成 partner 的身份，因为你是 buyer 的身份，买家的身份，我可以占你便宜，占最多没有错。可是我希望你可以当 partner 的身份，我可以希望你变成我的合伙人，变我供应链的一环呐。所以等于说这些弹药呢，不用我美国自己做，你也可以做，反正美国现在生产也是塞车啦，所以台湾可以做，对台湾来讲，对自己的军事安全的保护是最大的。所以面对到封锁战的时候呢，台湾才有机会在这里面找到突破的点，在这个地方了。而且不但这样子等于说对接下去呢，其他的弹药呢，它还有其他扩充性的存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下面这边我有写在这个地方就你看因为这个是诺格这一家厂商的重点，它不是只有做30链炮连 M1A2T 的120公里的炮弹也是他做的。所以换言之，这个测试场如果做出来的话，它不是单纯只可以做这30公里链炮的这个测试而已它是连 M1A2T 的炮弹它也可以做测试场。所以换言之，它还具有可扩充性的战略意义在里面。军选委，请问一下，第一个，你觉得蓝营或在野的高层是站在所谓的对立面这一块吗？这句话你同意吗？第二个，古立言讲话，你如果细就刚刚几位来宾所讲的，其实那里面是软中带硬，大概会是这个样子。那你觉得，尤其像黄国昌主席，那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那这次看到你们现在是把黄国昌委员送纪律委员会是？还干不好。那个纪律委员会投票也投不过人家，不是吗？对，所以也不会过了。但就是要凸显有这个问题嘛，让社会来讨论、来评断怎么会发生像黄国昌去开会把重要的机密带出去？所以你其实有的人说，那神秘的消失的42秒，因为你们刚好就在这个所谓监视器照不到的地方，除非你刻意就选那个地方，你事先就知道，那个地方没有摄影机拍不到否则怎么会那么巧？而且不是消失个3-4秒，而且42秒很长了嘞。我们现在可以全体静默42秒，对，你就知道42秒有多长。如果翻资料，我可以翻64次。对，42秒其实是蛮长。42秒足够你做很多的好事和坏事然后其实我的重点在于，看起来黄国昌你也不是去开会，因为他开会只去5分钟嘛，然后就随便乱问一个就走了，那完全不像是一个平常公我领巾我怕别他说他准备了这么多，你们就让他讲5分钟啊？那每一个立委都一样那为什么没有人离开？所以你根本都不是真正开会吗？我是认为，如果你真的是去开会了，就算你讲5分钟，你也要看看会议的结论是什么，有没有违背你要的？其他的委员讲什么，国防部来报告哪些内容？你真的可以提出质问。就算你不在你的发言时间内，这个才像一个要开会。除非你都没要去开会所以我时间到我就走你若不是去开会，你去那边的目的是什么？容我再引用上公的预测上公怎么去偷提物件？你是用台语吗？你有想过这种话？有，因为我在旁边。他以后叫半仙。那对于民进党来讲，当然会追究这个事情所以最直接的就是去提告嘛，让司法来介入，才有强制处分权嘛，然后可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偷拍、调阅，你调阅几个监视器嘛，现在立法院也不提供嘛。不过围攻的等来这个国防预算怎么会搞成这样子？第一个，美国那个 AIT 的处长他讲的不是说
啊，你蓝白在野党站在美国的对立面，意思说你站在国家安全的对立面，这些国防预算是台湾需要的，啊，那我美国的提供给你，那你现在竟然去卡他的预算，那蓝白的态度，美国也很清楚啊。AIT 这个处长，我们要对他这次的讲话，我认为要值得大家去看啊。第一个，他是去演讲以后贴在他的脸书。你要知道啊，这个写在他脸书上每一个字啊，一定都是斤斤计较的啦。哦，就是他要表达意思，这个绝对等于是一个外交的这讲的会非常的精确。然后你看他的内容，以 AIT 处长在台这个处长的这个地位。他应该是去拜访军方高层或者去看一些武器啊、展演，不是呢？你看他写的是说，他去跟官兵交流，他体会到台湾的现在，就是说我们的部队的最基层的，这最基层的啦，这些官兵的士气非常高啊。他认为以现在我们官兵的这种士气啊，大家就是有准备啊，保卫国家嘛，所以他讲的就是士气，还有使命感。令人感动。以他这种程度的话，他去跟台湾的最基层官兵来谈话，我觉得这个也是美国在评估我们台湾的军队整体战力，来把它列为其中一项。你知道，再好的武器啊，如果你无心打仗怯战就不敢打仗的人也没有用嘛。所以他的结论就是，台湾的官兵士气使命感都很高。他们需要的是完成任务的各项工具，这讲的就是蓝白了。那他们需要更新他们自我防卫的武器，那为什么蓝白要反对？所以他说，那你台湾在野党就站在国家安全的对立面。那以前你蓝白可以说，哎，都民进党敢地位啊，民进党敢冒。现在这个是等于美国的派驻台湾最高的外交官他的看法结论。那这个其实就代表现在白宫的结论，美国的态度就是这样。另外他有提到就是说他设立那个什么弹药的测试场，这个基本上也是从乌克兰战争得到的教训。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嘛，乌克兰打到没有炮弹，北约送过去，不要说乌克兰，连俄罗斯都打到炮弹不足，所以要靠中国，靠北韩，靠北韩。你要想战争打的就是武器弹药。所以他们想到了，如果台湾被封锁，那最好的就是台湾建立一个生产线嘛。这个以前我们早就跟美国提出要求了，那美国就不给你但现在美国认为，他必须扶持台湾这样的一个能力嘛。那第二个，他讲到无人机就台美这个无人机嘛。好，我再讲一个结论。刚刚我们节目的标题有写到，那是不是代表美国会施压在野党，施压蓝白两党？在美国的角度了。他看的不是这个了，他看的是中国有没有施压在野党。这个也是我要请大家来思考。请问中国有没有施压国民党？施压在野党？不能通过国防预算。你觉得在野党或蓝白的态度是因为中国的关系吗？所以各位要看美国会不会施压在野党以前，我们要先想中国有没有施压在野党。两个大国都会施压，这是基本的概念，当然嘛。那买这些东西要干嘛？我是买这些保护台湾，我是问句啦。那小平同志帮我证实是有嘛？中国会施压国民党，这个很正常嘛。好，那但是你要看你买这些是什么东西嘛？买这些就是提升我自我防卫能力的，那中国第一个反对。那你国民党为什么要等于变成听中国指挥？所以美国的结论就是说，那你站在你台湾国家安全的对立面嘛？小平是，来，你刚刚讲说两大国都当然嘛，这个当然是，那他卖你武器不给你施压，你为什么买他武器嘛？是不是？我讲这个是自然的法则。你知道法则就有所谓的潜规则，有这个霸权，老共对我们也有美国的帝国主义都在里面啦。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好，可是这样小平，他卖我武器，他施压，他希望要做生意，要卖我武器，这是一块。但是另外一边，以前是我们求不到，怎么会施压我们？但是你说另外一边要施压，叫我们不要买武器吗？对，那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应该这样讲啊，你应该
要把拜登民主党的大政府跟现在共和党川普的小政府来看。小政府干嘛？就你盟国的出钱。当然拜登以前有点像一个大洋盘啦，美国已经很穷了，然后负债30几兆美金，我还到处做世界警察，到处丢钱啊，乌克兰好。那川普不一样。美国什么党执政，然后我们也要怎么因应？我说我们老 K 蓝白，然后老共现在步步进逼，因为今天我简单讲习近平是历届的总书记来对台湾最不友善的，所以因为我们是小国，别人谁当总统，什么党执政的政策，我们都要因应，对吧？小国当然是这样。好，再回到这个事情，我先讲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不要挡他，但我个人意见，我觉得跟那党你说就让他进立法院，就让他复委，但也要讲清楚因为林俊宪只讲了一半委员啦，请问你复委是让他复委，那前面没有任何的商量，就在《华盛顿邮报》，然后就登出来要买武器，这个不是霸权，这个是符合权力分立吗？我们也不是说他这样做我就跟你拼了，我们也拼不起，我们凭良心讲，那我们要因应，我再回到那如果。好，我们第一个，我们谴责你这个叫什么？这个《华盛顿邮报》，你根本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到美国投诉，这不是一个丧权辱国的行为？难道不是？谁可以说不是？谁又可以说这没有违反权力分立的？第二，但即使这样子谴责完以后，我们还是理性回到老 K， 说让他复委，那严格审查内容，这个叫趋中竞争，这样我们党就会赢。这是往中间走。为什么不复委？那个我是一个小议员，我只能对你表达我的主张，我的政治理念。应该是这样，我是一个很温和理性的中华民国派的国民党的党员，但他们党团，我只是个市议员嘛，他们党团做决定，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就是你党团自主，当然自主，连主席都管不了嘛。可是我可以在你的节目讲出我的想法，跟国民党怎么赢的做法，这我可以讲。OK， 上国，为什么这整件事情发展到了现在？好了，就从你讲说你那个预言说黄昌委员他们那时候会怎么做，然后你讲说你是精神上没想到出现物理上的这些，但现在看起来，因为白银讲说周末要自提版本，是，那小平刚刚讲说就让他复委嘛，要不然的话被人家讲成什么站在国家安全的对立面或什么，讲起来在野阵营这也是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啊。当然你说。最近又有民调去做党不党军购的事，又是一个超过50%以上认为党军购是不合宜的嘛？那当然，立法院里面其实党条例也不是没有见过啦，党预算也不是没有见过了，但是你基本上你党的过程当中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观感？重点是观感嘛。观感嘛，当你趋近于中国，然后又挡这一个，那人家的观感是什么？怪不得人家会一直拿出来说，政协会是不是有门票啦？你们办这个有没有门票啦？见习近平有没有？你不得不你没得怨嘛，这你自己做的嘛。当然。黄国昌要提，黄国昌14号回来，其实他什么时候提我也不知道，因为他说法一变再变嘛，14号回来就说，下礼拜秘密会议以后我们会定稿。19号被人家说偷资料，他在网络上面那个直播节目，哇，我们早就写好了，然后现在又告诉我说周末我们要定稿，他到底什么时候写好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呢，礼拜二如果周末写好，礼拜二程序委员会好，然后礼拜5复委。然后礼拜1就进入没有黄国昌的立法院，那就审吧，就下礼拜，你在讲下礼拜的事嘛？对啊，因为你周末定稿，你就是下礼拜2程序委员会了嘛，那现在关键是你要不要连同行政院的版本一并复委，还是你依然要挡行政院过你的，你态度已经表达了嘛，你就是不要赖清德的版本嘛，所以你自提版本嘛，你自提版本的时候进入，就算复委到委员会，那反正民进党也可以化整为零，把行政院的版本拿去逐条修正你的黄国昌版本嘛，只不过是版本跟我化整为零去修正而已嘛。那现在问题是，复委的过程当中要看民进党哦，我觉得现在有趣咯，看民进党哦，
民进党在程序委员会要不要反对他的版本复委？那国民党也对黄国昌的版本也很尴尬，复委也很尴尬因为黄国昌基本上看来，他应该不会挡美国对台军售的那个8项嘛，3000多亿，看来他不会挡嘛。那不挡里面就有那个海马斯啊，海马斯这个你看，有台的记者被侦办，里面也涉及到海马斯，军演也涉及到海马斯，海警出来也是海马斯，现在就看国民党怎么办了。你程序委员会现在反而好玩的是黄国昌的版本，你们要怎么处理？民进党的版本，蓝绿两阵营到底怎么样看待白银的？对你程序委员会要怎么弄？然后绿营呢，如果要他们党行政院版本，要不要让黄国昌的版本下去？因为黄国昌的版本下去修，我还有机会提修正案嘛。好，那要不要让他下去？那国民党也尴尬，里面有海马斯那个系统，你要不要让他下去？你要不要让他下去？先变成面对黄国昌的版本，其实蓝绿都有他的尴尬点。先变成面对黄国昌的版本，其实蓝绿都有他的尴尬点。那上公，这个是在立法院程序上面，接下来当然要先看他们会不会提，提了以后才有这一段。对。可是黄国昌在周一的那个机密会议那42秒，现在大家反正有人送办啊，有人告来，有什么这些，他会有什么政治上的效应吗？不管是在国内的政治效应，或是对美的政治效应。你在国内的时候，当然。大家会想象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国内做这种事，如果行为上面有一些故意行为，如果被证实属实的话，你一个民众党的主席，其实会把民众党的整个信任度会摧毁。你如果有什么事，如果有什么事，因为你是主席嘛，会摧毁。那当然就说了，刚才说中国对海马斯的态度，那美国要卖，然后你把机密的文件泄出去或带出去的话，美国如何看待你中华民国？就说，你泄密，你小兵泄密，什么泄密，什么泄密，那是一回事。你今天连你们国会议员都干这种事，那。如何信任你们国会？他完全对你们的国会会打上问号的。那以后连我们军方单位拿到的跟美方谈的机密上的采购的时候，里面会不会要求你不准再提供给立法院？你不提供立法院，提供立法院这怎么？不，你在未审查未必要时，不得事先提供，那你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办呢？就说类似像这种专案报告，就说你不能详尽提供，因为我对国会有质疑，我对你国防部没疑问嘛，我对国会有疑问啊，所以我可以跟你讲，但你不能完整的跟国会讲，所以这一个是。国内国外的基本上的信任问题就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卖这种以后，因为有很多东西是台湾买的，跟美国是现役的，那我现役的东西卖给你，结果你把所有参数什么都出去，导致于我现在正在使用的武器的所有的东西，大部分的东西都被中国都被什么知道。你说美国会不会跳起来？这会变成一个国家对你国家的信任。所以黄国昌做的事如果如外界揣测，如我上个礼拜五不小心说的那句话，如果属实的话，其实是影响的不是你自己政党
是整个国家都影响哦。如果照上公刚那样讲，当然就要看，因为反正现在有人告，然后北检分案，就看北检调查完，然后是可以还黄国昌委员清白，还是中间有涉及到一些什么事，就看调查的结果。都好，第一个，他就讲就告黄国昌，就跟你讲告嘛，就去告啊。他讲说等到不起诉以后，我看你们怎么样。好，这件事情因为涉及到机密的问题，大家会比较高规格要看待这件事情。最近这个礼拜都在讨论机密的东西。要不就各自的东西，陈佩琪也是啊，那个就是那个搜索票申请书的那些东西，那就包括廉政署的官员的各自所，现在看起来面临到的都是这样的一些的问题啊。陈佩琪，我只能讲，柯文哲律师可以帮个忙，帮陈佩琪上课，或者那怎么办呢？一共是手里比啊，他就是柯文哲不在家就手里比，然后偷偷看啊，因为老婆看老公的电脑很正常了。但是你要有一点观念。哎，等一下，这个在法律上这一句话怪怪的，怪怪的，那有什么怪怪的啊？那是你家正常，别人家未必正常。在法律上面啦，如果要是各自在各自的不管手机、电脑有自己的密码或者什么的话，即便另外一半基本上也没有办法去。但是我如果不让我老婆看，我讲会出大事。对，你可能连家门都进不去。我跟你讲，不是我们家。我很凶吗？你去你看看其他人，不是他老婆，他不是他老婆很凶，是他没用。一定要证明我老婆温婉娴熟。通常来讲，根本懒得看我的电脑。OK。那我们都他没用嘛，我们都要自动给他看。OK。家庭幸福。那么讲，当案件起诉之后，本来就所有东西都要给被告跟被告的律师。那陈佩琪是柯文哲的配偶，他当然也会看到，可以看到你是不是要拿出来。而且我那么讲，你这个事情检察官来讲也很头痛啊，这个东西要怎么办？怎么办？所以后来陈佩琪也有改口啊，这个陈志还帮他讲是无心之过，好吧，就跟黄国昌讲了不小心的，是啊。所以我觉得事情大概就会这样子过去。那我还是要劝陈佩琪一句话啦，326还没宣判。你公布的那一张应该是所有票申请的一个，还不是，它只是这个下面那个，它只是廉政署内部控管流程的一张公文书，所以它会有检察官审查的结果，然后法官核定的结果。那核定的结果那个时候他就要确定嘛，确定就表示那个搜索票申请到了嘛，你连法官的名字都上去了啦。人家核一个搜索票，你也要把法官的名字曝光。然后你认为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大家看在心里面怎么想啦？那个会让柯文哲多一点同情票吗？我们讲很白嘛，326要宣判了嘛，你不是应该支持一些法官对你们的支持吗？那这件事情做了以后，2审最高的法官不会看到吗？所以我为什么讲说请柯文哲的律师？就陈佩琪，你不要因为你爱柯文哲，反而害柯文哲。我讲的这种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你曝光一些无关紧要的人，我跟你讲，你骂检察官，因为今天检察官起诉柯文哲，你骂检察官可以理解啊。我都已经被你起诉，我还不骂你。反正我不会掌握在你手上。这是法官呢，你去惹法官干嘛？好，那你回过来看黄国昌的，有点麻烦哈。哪一段？助理不见了，快过年了。这里面最重要的证人是谁？是他那2个助理。现在是3个助理还是2个助理？3个，因为后来拿回来那个是跟另外一个在外面不一样嘛，对不对？就是助理不见了。助理不见了，检察官的调查，他还调查下去吗？你所谓助理为什么会不见呢？出国啊，过年呢？过年完正常。然后2月1号后，黄国昌就卸任啊。助理有前有橘子，后有新地嘛。对啊。如果助理就离职了呢？去哪找人了？还在台湾离职很容易找啊，还是找得到。因为出国了呢。好，第2个，那个手机能不能不小心也不见了？如果大家怕的是你录影或偷拍嘛，那我手机掉了怎么办？换手机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怎么让事情还原真相？
可是如果有偷拍，那就是死无对证。好，那回过来就看1.25兆，那这个事情呢，就会被下个议题盖掉。我只希望我的假设不会发生。因为手机在，助理在，然后呢，很容易就还事情的真相，就很容易还原。因为这个事情讲白了也很简单，能够快速就是用手机偷拍嘛。手机如果没有拍，就没有嘛，就不会有东西嘛。现在很容易还原嘛，都有那个东西嘛。这一还原出来，就真相大白了嘛。那民进党怀疑黄国昌这个时候，民进党会吃亏。如果人家没有偷拍，他会有反作用力哦。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手机不见了，或者助理，因为黄国昌卸了以后，助理也没有回立法院，就不知道去哪里了。那就没有真相。那回过来你再看这1年、这2年的立法院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有基本的互信，不要讲互信，连一个基本共同的游戏规则都没有。是很多事情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没有基本游戏规则啊，游戏规则随时都可以再改变啊。当蓝白在抱怨这个卓荣泰不执行预算3读的预算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因为蓝白先片面改变游戏规则啊，当所有游戏规则都可以随时被变更的时候，就会掉入眼前这个状况啊。那没有游戏规则的时候，最后大家会怎么样？会各自回归各自的立场。但是他不会是全部的人。蓝白绿不等于全部的台湾人民。一定有很大比例的人，一个相当比例的人，他不属于蓝白绿这3块的。这个所有东西最后还是回来讲道理了。OK。不，当然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以无罪推定原则的话，任何案件你要到最后判决定谳才能够说有罪，要不然都是无罪推定的原则。只是过程当中有很多事情，为什么会起人疑窦？那个问号在政治效应上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但是你不得不讲，因为今年2026嘛，它就是个选举年，好吧？那这个选举年胜获会不会影响到2028？小平，你最近在跑基层有没有比较轻松、舒服、愉快？舒服很多哦，真的，是因为柯文哲骂了蒋万安以后你就舒服了？因为应该这样讲，以那个大罢免那个时候，你们真的没有什么实力吗？不能说没有什么，你们真的不要夸大自己的实力，不要高估。我们当然是个泱泱大党，实力很雄厚，干嘛这样讲？不是我讲的，柯文哲说你们不要高估自己。我在节目里反驳他一下。32-0完了以后，柯文哲是那时候被关嘛，后来放出来嘛。他说都是因为大家同情我被关，民进党的暴政，所以都出来投票。我的这个原因是之一，最大原因不是。我的这个原因是之一，最大原因不是，是真心的，我们跟这个黄国昌全心全力的拉抬，让他的白，你知道一开始民调，我们很多人有没有差不多10席左右可能会被罢掉，那后来最后一个月为什么逆转？民调在产生变化，因为那个时候白大概蓝大概5-6成要救自己的国民党的立委，大概那白大概就3成吧，那绿大概8-9成已经就是跟着曹清诚走哈，可是到后来的时候，国民党支持度也8-9成，白也到6-7成。那就简单讲，蓝白合起来还是大嘛，所以我们最感谢的是黄国昌全力支持国民党立委，这第一句话，不是因为要救你阿贝啊，那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是黄国昌对国民党友善，再拉回来，那个时候32-0完以后，当然民进党重挫嘛，然后历史新低嘛，那个赖清德当了总统之后，那以前叫做我们精诚合作，我们有点像东吴赤壁之战，东吴跟刘备然后蜀国。然后呢？可是那是叫2元对立，蓝白就是铁板一块，但现在是蓝绿白3角，你觉得已经变成3角吗？当然是3角嘛。为3角以后我就比较舒服了嘛。请问你柯文哲是我揭发的，是。那有些人骂我说你破坏蓝白合，可是我们一直苦口婆心讲蓝白合当然要合嘛，
才会，因为我们台湾的票是蓝小于绿嘛，你加了白就大一些嘛，对，这是蓝白合的大概念。但是人家要不一定会跟你合，6点协议也反悔啦，在你这边专访他也在做，很多人都在啊，就是你跟他合，但你也必须有安全办母，万一他给你再一次甩耙子，你怎么办？你总要有一个自处的一个机制。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合，当然我们同意。好，那现在柯文哲，请问你柯文哲出来以后对蒋万安、对国民党友不友善？非常不友善。弄个营养午餐。营养午餐我们都嫌蒋万安那个做第3年多才开始弄营养午餐，太慢了，都太慢了。以前应该几10年就要弄了。那个东西叫做民粹，让小孩子吃温饱，中午有饭吃叫民粹。不，所有的他这个人很怪，所有给他东西他都舍不得。1500敬老津贴也弄老人，小孩子吃个营养午餐也弄小孩子。不，你到底在干什么？这个，然后而且他怎样？他找这个理由哈。然后去反对这个其实很小的理由，但这么小的理由这么没有正当性，我还是说你民粹，他是找了机会就要打蒋万安，打国民党，还丢出什么陈佩琪可能会选什么黄国昌选到底，一切我讲一切都是为了要创造蓝绿白三角，所谓蓝绿白三角，我们就不是同盟了，因为他是看情况动，对不对？好，然后他有没有去见柯总召？有啊，他有没有留下最深绿的陈昭之？也有啊。他一直在行受这个都，所以我们最大的指标怎么看啊？我是很悲观的判断了。怎么悲观？黄国昌会新北市长会选到底，我的个人你觉得会？我个人的正统，我不见得准。可是这样对他们的好处是，他的好处是好，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他这样做的话，我就是第3政党，所以他说黄国昌他被关了快1年嘛，他说这1年来。这个黄国昌对于党的基本的国策已经扭曲了，他讲过这个话，他要倒回来，当初就是蓝绿等距的概念，这个是他的想做的事，那他也不想他真正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判断是不是先回党？那回党，回什么党？回国民党。我先把你这个全部打碎了之后，然后我才能确保我不要变成黄国昌建立的蓝的尾巴党，我会变很小。我要把国民党票掉了，国民党票掉只会给谁？只会给我白，不会给绿。因为蓝绿是2元对立嘛，所以他是先要往中间走，要壮大自己，所以走一个蓝绿白三角。那我们这样子情况跟他合的话，我们有很大的风险。所有主席一定要审慎的来看待这个问题。上下，你有看出来蓝营的高层有讲有想到小平刚刚讲的，当人家和要跟你甩耙子的时候，你有没有备案？你总不能真的觉得孙刘联军能够一路，如果真的一路能那么好，关羽就不会被杀啦，没错，是不是？就不可能会有大意失荆州啦。所以其实不是马上就要抓孔明吗？所以孔明不是马上要准备赵子龙救他嘛？是啊，所以本来就不会有这么紧密的。但是柯文哲现在在讲什么？他一定是看到川普嘛？看到川普讲了一件事情嘛？不是先前格林兰的时候，很多北约的人都说北约会瓦解吗？川普讲了一句话很重要，跟柯文哲讲的一模一样。北约我是不希望如此啦，但是他加了一句：如果没有美军。北约并不强大，如果没有他，国民党也不强大，国民党也不强大，他就跟你们喊这个话嘛。然后这个喊这个话之后，就看国民党。那国民党内部里面，为什么旭成或什么党中央的态度又怪怪的？为什么萧旭成会直接讲说，其实他讲的也是实话？因为现在国民党真的不强大。现在如果我交给地方上完全去解决，完全去处理。那地方上他们本来就有脉络，所以整个状况包含什么台中啊，包含各地的都是地方上的决定嘛，谁听你党中央的？你党中央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说难听一点，现在是郑丽文需要蓝白合当口号啦，因为国民党的地方上那些议员的提名，地方的头人早就已经自己摆了定，县市长投一名，地方的头人自己也摆了定，那你郑丽文在这里面没有角色的。郑丽文在里面是没有权威的，旭成什么他们在这里面都没有角色。那这场选举里面，其实郑丽文看党中央是没有角色的。那没有角色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让能够给一些可能不是像小平这么强大的选举的候选人，对党中央稍微尊敬一点？蓝白合，就是蓝白合就变成是党中央在地方上
击迷某些地方人物的筹码。所以其实让柯文哲有没有看到这一点？有嘛？所以你说柯文哲真的只是想要去释放，然后另外一个是对民进党来讲看戏高兴啊。第二个，既然柯文哲会这样子，虽然绿白合最后可能是虚幻的镜花水月，可是这个时候留着这点希望，让国民党难看也是好处。所以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大家都在互相的，反正到最后8月底嘛。那8月底前面不这样子玩，我这个局早就定下来了。我这个局这样一直玩，然后这里面呢，所以党中央跟地方头人其实有抗衡，就好像当年的时候孙权也没那么强了，完毕之后还要靠陆逊去把江东6郡通通平定，所以其实党中央现在也不完全是孙权。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对国民党来讲，第一个蓝白合未来会不会面临到不像当初大家想象的这么铁板一块的这种局面？那到底该怎么办？或是面临到白银，如果要是借着那关键的这个少数的时候，那会不会予取予求？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另外一面，就是当两岸之间的问题也加进来的时候，那会不会有正习会？本来在这个月底的国共论坛会不会延到2月？就算改了个名字，那总是两党之间的接触会不会在选战里面造成任何一些的波涛？都是大家会观察一些重点。可是你这样讲，内外之间所有这些摆在一起来看，但清华刚刚讲到柯文哲拿捏得很准啊。当我直指蒋万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国民党的不是什么明日之星而已了，他就是国民党看起来，包括这次选战，大家都说可能是全团跑透透，大概是所有的福权里面最强的一只母鸡。对，所以所有天我就当然就直接对着蒋万安打，那国民党也没有人出来回话，秦姐有出来讲2句啦，那其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小平会讲2句啦，那就是这样子啊。那国民党为什么要点？对，而且小平在讲柯文哲的时候，柯文哲一定不会回他因为柯文哲回话对象挑得很精准啦。这个针对绿营的部分，他只会找赖清德啦；针对蓝营的部分，他现在找蒋万安，找蒋万安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你会发现他就是没有讲卢秀燕，所以他锁定的目标就是蒋万安。所以显然他把蒋万安当作现在蓝营的共主，或者说声量最高的那一个人，然后用这个规格在伺候啦。而且他讲蒋万安还有一个，因为他毕竟当过台北市长，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当的时候。就是他刚不是那个看守所刚出来，经过他双子星对嘛？双子星那时候，也就是说他以老市长的身份，对，在讲说你为什么做成哩哩啦啦的那个样的，他就是用这样一个方式去讲，有点教训他的，对嘛？对啊，因为他这样子才能拉白银的。是嘛？就拉白银嘛。是。好，我这样讲啦，就是说他是不是教训呢？当然，教训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个我们说台面上看起来的效果啦。那柯文哲要的是什么？我们要一个个去看柯文哲要的是什么哈。首先，你先看他为什么挑的是蒋万安的营养午餐的政策？因为刚刚小平在讲说啊，你老人的也要砍，你那个小孩子你也要欺负人家。对不起，小平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呢，那个是小平的逻辑啦。那对柯文哲来讲呢，他之前自己主打的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从他市长到他选总统的时候，都在讲4个字叫财政纪律啦。然后所以他一直在主打说，当初他之所以砍那个老人年金，是为了是财政纪律。他认为说这里面呢这么很多人本身不需要这个钱嘛，所以就不需要发给他所以当时柯文哲的主张弄到现在在讲营养午餐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讲什么呢？他在把这些话讲给过去曾经投给他的这些柯粉听的，曾经在选举里面投给他那300多万票的人听的啦。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因为各位去讲一件事你认为现在的民众党还有他总统大选时候的那300多万的那个盘吗？当然没有了，没有嘛，民调看得出来，是嘛？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柯文哲现在讲的话，他是要先召唤回当初他那300多万的盘啊，他这个部分这些人要先回到他这个地方来，所以他的用词当然是讲他这一些人习惯的这些用词。然后呢，他为什么要讲营养午餐？这个营养午餐你注意看这个学姐黄静怡呢，她当然在柯文哲开炮完了之后，她也跟着在补刀啦。那补刀的方式是讲说，你免费的话，难道就等于不用操心吗？那他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当然讲是说，营养午餐这一件事情，不是你以为免费小朋友就可以吃得很安心。他在讲这件事，那为什么他这样讲？你看他下面列的这几条我们说实话，你一条一条去看一个他说食材的部分会不会因为你价格定死了之后，你定死了价格，然后你们变成说大家呢价格没有弹性了之后呢，是因为食材的价格会有波动的嘛？有时候食材贵，有时候食材便宜。食材如果便宜的话，那当然 OK 嘛。但食材如果变贵了，你价格还是定死的。那如果厂商给你去找比较糟糕的食材，请问你怎么办？
所以他在问的说，食材的来源你把关，你有办法保证吗？你把价格定死了，是一个免费的均一价，就会有这个问题嘛，因为没有价格弹性嘛。然后再来，他说你这个第一线的这些厨工待遇哈，跟这个校园的这些厨房设备还是这么老旧。你钱为什么不拿去汰换？还是这么老旧的设备，然后待遇也不好，那你怎么确保说这些食品制作的过程里面没有其他食安状况的发生？那你既然有预算，根据台北市自己估，1年要20亿嘛，你有预算，为什么不优先去改善设备？你有预算，为什么不去改善这些厨工的待遇？你有预算，怎么不去多看看这些食材的状况？所以呢，他讲这个话在回击的时候，他不是没有论述的哦，他是夹带着财政纪律以及这些食材的这些论述在里面哦，所以。从柯文哲的出击，然后到黄静怡的回击，这些都是有脉络的。好，那这个脉络呢，我讲几个点哈。第一个，他是要拉出来，很明显，他跟蒋万安思考的区隔，所以他故意讲说蒋万安呢，说你们这个就是什么买票政策，这个你只要是像这个蒋万安讲的这个，我们讲说这个营养午餐免费这个政策，或是其他你有发钱的政策，对柯文哲来讲，一概都可以打为叫买票政策哦。那买票政策是一般人很理解，可以一刀切的哦。但是对柯文哲来讲，我除了一刀切完了之后，我还可以继续往下论述，去讲说你哪里不是。那在这过程中，第二个效果就出现了。当柯文哲跟黄静怡不断的在论述的时候，请问一下。柯粉会不会听？小草会不会听？小草跟柯粉觉得有道理啊，慢慢就回来了啊。然后第三个，柯文哲现在要的效果是什么？柯文哲要的效果是，我不要让过去黄国昌导出来的看起来一直都往蓝营靠，蓝营讲一切都是对的，蓝营讲的我通通都要无条件的支持，那一个方向不是柯文哲要的，尤其是柯文哲哈，我这样说。如果呢，针对明年的大选的话，今年柯文哲还不能把小蓝的这个标签撕掉的话，那对柯文哲明年大选来讲的话，有什么好处？我说明年的大选，明年就是扯到总统大选，总统大选后的2028。他如果在那之前，他如果着眼是在立委跟总统大选的这个选举的话。我如果在今年不把这个标签把它撕掉的话，那我明年也是小蓝，今年也是小蓝，明年也是小蓝，那我就都是小蓝，那一切都跟国民党绑在一起了，那我还有什么好玩的？我玩的盘不会比我当初不会比柯文哲当年那300多万票来得高嘛？我如果连300多万票底气都没有的话，国民党甩我不甩我都可以，他还要什么蓝白合？再讲更难听一点，如果国民党今年靠自己这个自己的选举就可以选得很好，该选上县市都有选上。那请问到明年他还需要白干什么？我不需要白，我都选得上了，我还需要白干什么？所以他今年要把国民党2026这一局让国民党选趴吗？会不会选趴？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一定要他选趴，选得不好，但是他一定要打到让国民党有感觉。2026这一局让国民党选趴吗？会不会选趴？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一定要他选趴，选得不好，但是他一定要打到让国民党有感觉，因为你没有感觉，你怎么会需要我？你如果没有感觉，你怎么会把我当回事？那有感觉，怎么样最有感觉？痛的时候是最有感觉的啦，政治上痛的时候是最有感觉的啦。你在那边对他示爱我说国民党去对民众党这时候在示爱，去跟他讲说这个我对你很好，你们对我很重要，我很感谢你，我感谢这个黄主席做的一切，我感谢柯前主席做的一切，这些话讲再多，对于现在的政治板块，对于这个小蓝的标签撕不下来，没有帮助的啦。然后要让国民党这时候有感觉，对柯文哲来讲，这时候是最重要的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出手的时候就只打说你买票政策，讲说你这个营养午餐问题，这个是大傻逼政策。各位你再去想一件事柯文哲当时是不是很爱骂人家大傻逼买票？这都是他的常用语，然后包装在财政纪律这4个字的下面。所以，当你看到他这些词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方面对他来讲可以召唤回柯粉，二方面召唤回柯粉了之后呢，同时要让国民党有痛的感觉出现。有痛的感觉出现的时候呢，今年是不是要选到？因为痛到底是什么时候？是痛到11月28号开出来的时候，那一天你也很痛。那如果那一天你也很痛的话，那就表示你真的觉得痛。那明年你如果完全不在乎我的话，那你这个你就会痛到2028，你就会痛到2028，所以你2028那一局一定要跟我谈，要不然你就一路痛到底。所以这样不是轻痛仇快了吗？他这样做，2028不见得轻痛仇快了，但是今年有机会轻痛仇快了。可他证明一件事情，但是国民党并不强大，如果没有我，他训练到他小草，现在不管以前300万，现在100多万，都是恨民进党了。他怎么圆回来？这都是他要想清楚的。他没有思考众生，你知道吗？这个问题不存在。然后最后我只快速做个简单，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说这个黄国昌的路线跟柯文哲的路线在
这个小草的社团里面，包括鬼针草联队这些粉丝页里面都已经出现了，两边在互相攻击。然后呢，这个柯文哲的柯粉在骂那些在骂柯文哲的小草们，这个可能是黄国昌的仓粉，骂人家叫做什么，你知道吗？他在骂这些人有一个新的名词叫蓝装草啦，意思就是你明明就是支持国民党的，你还装成小草。然后在这时候趁机来骂阿伯，然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呢，现在新的一个名词叫蓝装草就突然出现哦，在鬼针草社群里面哦，所以呢，看起来这个仓粉跟柯粉在鬼针草里面呢，这里面因为柯文哲这个营养午餐的事情呢，两边在里面内战，我看了好几篇呐，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两边的路线之争呢在里面发生，但是你几乎可以确定一个结果，这个一定是柯粉的声音到最后消灭仓粉的声音呐，所以在这个路线呢会回到柯文哲要的步调上面来，所以呢。这个国民党刚刚小平说会不会轻动筹快这个我不确定轻动筹快是到11月28号还是在那一天会早点结束啦。但是很显然的，让国民党会痛到有感觉的这个状况一定会发生啦。军训委员听到这个，内心里面有一阵的欣喜嘛，就是从那个大罢免以后，你们终于看到了破所谓蓝白合的一些方式，原来破的方式是出现在柯文哲身上吗？没有，我是戒慎恐惧柯文哲根本还不够实力来威胁县市长，他大概只有一个黄国昌，那黄国昌其实是柯文哲讨价还价的棋子我认为他不会选到底，因为选根本不会上，我这黄国昌也不会笨蛋，你利用我去当历史罪人，他根本完全没有当选的机会，如果今天说选下去可能会当选，那会了，选下去你是要害死国民党，那他干嘛干这种事情？因为他必须要装着我要选，如果我选，那国民党大家一起死，这样才能讨价还价。那讨价还价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是在议员因为你现在在县市长哪个县市，那个民众党柯 P 有了，你就新北市嘛，不要忘记，然后国民党威胁你新竹我新竹市我嘛要来提了，对不对？要死掉就会死我认为他新北最后会退让，那看能不能留住新竹市以外再拿一个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基隆或什么，不，基隆是宜兰或是嘉义，对，他可能大概就换一个小的。可是这样不符合青黄刚讲那个痛的感觉，青黄这样不够痛，对不对？如果你刚讲，他觉得不够痛，不够痛而且新竹市的国民党是跟着高虹安走，高虹安现在没有民众党的党籍了所以现在就算国民党提也没有用，他现在是无党，然后国民党还有人在劝高虹安要加入国民党，对，国民党也没人OK， 这个你在有没有人也是重要的，你在新北市也差不多意思啦，你现在看起来的话，黄国昌选，那李四川当选的机会还是有，当然有，可是比较低一点，还是有所以你参选的目的只是要让。你一般会痛是选举前你真的选下去那就不是痛了，那我没有你死如果黄国昌选到底，我们还险胜的话，那最伤的是柯文哲，那表示2028我也可以弃保你，这是一个大概念。那第一个那柯文哲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实力？其实我要回归到他的判决会如何这个比较重要你看他跑了啦，判重刑你说326那个宣判，对啊，你柯文哲。10年以上就你要什么分量？10年以上，你对国民党一点威胁性都没有，连选总统都不够资格。所以现在比较重要的是柯文哲那个看3月份的判决，这个才是最重要。如果你让柯文哲比如说轻判了，假设那柯文哲当然他又满血复活了，他到处去。那小草归队，那个威胁性就会有了。那如果他被判重刑，那没什么威胁性我认为柯文哲的目的是要让民众党可以继续存活。尤其在地方议会，对，你要议会要能活嘛。县市长，你说你哪个地方有吗？县市长大家只先看6都嘛。根本毫无人啊，就一个小黄国昌现在还是小3嘛。你说民调排名第3嘛。那对国民党哪有什么大威胁？你如果说真的会像亲王讲的会痛。那你黄国昌要争气一点，那黄国昌一选，那如果民进党会输的话，那还有国民党会输了。那国民党会输的话，那那也许这个威胁性才更具体嘛。所以我是比较悲观的，我认为蓝白还会继续合。你县市长如果让
让国民党大输以后，输掉一个直辖市就算大输。你想，在明年还能谈合作吗？那不可能啊。那国民党内部反民众党势力就大了。如果是被民众党害死的话。那国民党内大概就钟小平就水涨船高，先知型的，早就知道要先打死柯 P 了。笑得收敛一点，不是他，你笑得含蓄一点，你今天这样讲，不管我们死不死，我先死。你先死吧。你有这个情况。所以你要注意看一些小草的反应。他发现柯文哲讲话，如果打到蒋万安，这个已经触犯到某些小草认为这样是不适合的。所以这个压力是由下而上的话，那保证了。所以戒慎恐惧。OK。但如果大家讲指标性，都好，就从新北开始看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新北这一局它的洞见观瞻，那最近都有很多一些民调都在做新北这一局。从这一局可以看得出来，白银不管讲是黄国昌或是白银，在这里面真的扮演这么关键的角色吗？柯文哲在这里面能够上下其手的空间到底有多大？那所有这些看起来的话。那只要这一个就知道未来大家会怎么合怎么破了。所以黄国昌今天看到美料电子到新北市的民调的时候，就感谢吴子嘉了。因为这份民调做出来之后，完全有谈判的底气跟筹码讲的就更白的，国民党非跟柯文哲、黄国昌谈不可。先用数字讲啊，因为我们在录影的同时，有一些媒体在网络上做标题的时候做这个标题。讲李四川大赢苏巧慧，因为这边是45.8对苏巧慧的36 PK 赛，9.8个百分点，快10%，碾压对不对？今天中午连线戴立安，我问戴立安，因为戴立安做的嘛，我说这样赢定了，只要这个摆平这个黄国昌，李四川赢定了。他回我一句话。未必，选举哪有那么简单啊？选举，我直接用数字讲，9.8个百分点，就是5%的来回，PK 哦，好，但是李四川还有成长空间，因为李四川还没有正式宣布。你如果今天是国民党不是只有李四川一个人决定嘛？第一个，李四川先确定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什么时候确定？确定以后要怎么谈？那这个谈，讲一句白话的，要换嘛？那要换什么？那是李四川一个人可以决定换什么吗？还是要郑丽文？还是要国民党的谁？那换的时候是跟黄国昌一个人谈吗？还是要跟柯文哲谈？讲到这里之后，你就会知道事情有一点复杂。那这个是这样子的过程，3月可以搞得定吗？如果3月搞不定，那要4月、5月、6月吗？时间拖得越久，对谁越有利？不要看苏巧慧、沙卡都或者是 PK 都输嘛。黄国昌强在一个地方，黄国昌的成长性有限是事实，可是他强在一个地方，40岁以下男性大学，这就是他的票。黄国昌输在哪里？60岁、40岁以上，当然年纪越大越好。还有女生，女性，很奇怪，他的女生缘很不好。女生不喜欢咆哮歌了，喜欢微笑男。李四川刚好落在。就是黄国昌强的地方，刚好是李四川相对弱。OK， 好，那我就问啊，如果只讲李四川跟黄昌无聊嘛，那我问那苏巧慧呢？苏巧慧强在一个地方，相对强在一个地方，中间选民就蓝绿没有很强的那一块，如果又是女生，苏巧慧比他们2个都强。OK， 那当然这是一份民调了，那一定会有很多份民调那出来，然后提供给各阵营之间做参考。但是上高，第一个对国民党来讲，白银之间从当初蓝白和铁板一块走到现在，柯文哲感觉上变个是一个变数，然后那些民调看起来对他们来说，就是你要不要跟人家谈，不谈要冒那个风险吗？尤其像新北，你又丢不得，这是在选战上面的一块的困扰。另外，
会不会你说国共论坛本来在1月下旬，现在说要到2月上旬，名字叫什么智库之间什么智库的交流啊，类似的，我不管叫什么名字，它就是两党之间的接触嘛。甚或有没有正席位，郑立文很大声跟你讲，正席会一定大加分。但对所有的选举上来看，真的会大加分吗？这两个一外一内，那对国民党来讲，未来到底该怎么办？第一个，我觉得郑丽文跟柯文哲都有同样的毛病，碰轰，不然叫郑丽文安排那个11月28号投票嘛，叫他10月份去嘛，10月底去，11月回来，看你们会不会倒。你要搞钟小平吗？试一下嘛。试一下，我们主席还有底气的，没有底气的，就是那他的底气就是说，你去了以后呢，一直搞到投完票再回来，是不是？叫他不要回来了。那如果柯志恩说越早越好啊，当然啦，因为避免那个效应啊。那郑丽文说大加分，那就10月底去嘛。他说加分啊，不是我说的啊。对，我认为根本不会加分啊，但他一定说要加分啊。这违反社会上面的认知嘛？这讲，而且再讲一句白一点的话，国共论坛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国民党跟共产党，现在跟你说智库位阶是下降了，为什么要这样？你应该问大陆为什么要把它降？因为光名称你位阶就已经下降了，就已经下降了。那。到底国民党做了什么事情让对岸一面不太满意，把你位阶下降？什么事？到底什么事？那你说加分，我觉得当然不会加分。那柯文哲，国民党面对柯文哲只有2个选项，一个妥协，一个叫歼灭。那你要歼灭他，你2026根本就不跟他谈，输就输了。2028我不跟你谈，输2次柯文哲就挂了。2次柯文哲就拜拜了。但国民党输得起吗？可是2028我们说我们也挂了。那是挂党主席啦，那是挂党主席哈。你就是歼灭我，就是输2次哦。我就歼灭嘛。如果你怕输，那就妥协嘛。只有这样嘛，所以柯文哲才能把国民党玩在手掌心啊。如果你决定跟他歼灭的话，你柯文哲怎么玩国民党？玩不动不用谈，各自打各自的。你白银有本事你自己去，你叫我不要高估我们实力，我看你实力如何，就对干了，2次就好了，就倒了。我就可以把你搞倒，根本没什么好谈的。长痛不如短痛，是不是？对啊，你们说徐府实力怎么样？我找一个跟徐府很雷同的人出来抢你的票就好了。反正我就倒嘛。我就跟你对干嘛。国民党不敢呐。对，问题就是不敢嘛。国民党哪有这个种？不是，就是不敢嘛。你们俩兄弟是对国民党有什么意见？没有。我也加入。我们对国民党了解，就是不能这样讲。我们好想喝陈高啊！我没有要贬义他的意思，就是不敢嘛，不然柯文哲到现在还玩了这样子，对不对？就是不敢嘛。你说他们是不敢，但是蓝营的人是告诉你说，因为他们有更大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拉下民进党，拉下赖清德。小平，你们都要用这个当更大的战略目标，对不对？所以他们是隐忍自己的。忍下自己的私人恩怨或私人的什么，有一个更大，他们都是这样讲啊。我都想沉默42秒。不是你讲，每天都在讲这个，结果到最后还是被人家玩死啊！也不是被人家玩死，现实好吧？你像新北，你还是被玩得很惨啊！你认为你需要柯文哲，然后。柯文哲不玩你柯文哲他一定是把所有2026的蓝白合的时间压到最晚谈，因为他要创造他最大的筹码嘛。那你黄国昌一直摆阵仗，竞选总部什么阵仗摆到8、9月，我柯文哲的筹码越大，当然，我讲话骂到你们会怕，我的筹码也最大嘛，因为你们的少主嘛。你说，不过我觉得国民党还有个机会了。什么机会？不是换掉郑丽文没有，不可能，因为
我想把他家断水断电。如果蒋万安、李四川，然后这个桃园忘记是张善政，好吧，这几个区域联防绷得很紧，然后呢，也可以赌一把，因为其实关键就是他们靠地方诸侯的实力想办法去主角白银，那个还可以再拉一点呢，可以压制白的票了。你意思讲，当然是有机会。这个时候你至少，但是你谈判的时候不用付出那么多你不是你基本上，你认为国民党有这个能耐吗？不是，就不要管党中央嘛，不，就是诸侯区域联防嘛，诸侯区域联防，我同意，但是呢，依然怕柯文哲，党中央依然怕柯文哲。现在你说的是诸侯的问题啊，现在党是跟党谈啊，是党中央的问题呀。那么东南自保运动，自保归自保啦，谁是栋哥啊？因为好，张之洞，好不好？张之洞，请自重，好不好？对吧？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党对党的时候，你看党中央是什么态度？没关系啦，不是诸侯的态度。反正曾立文连那个我们新竹县都搞不定啊，没有，台中市也搞不定，不是他搞不定，他从来没有去搞过。对嘛，所以不要管曾立文嘛，都是别人，连台中的协调在党中央他都没出现过，好不好？他没有一个协调会中他出现过，他只出嘴巴，而且是在别的地方出嘴巴。协调都是没有出现的原因是是因为出现也没有实力能够搞定地方诸侯，还是出现了就真相大白？那你讲含蓄一点对，讲含蓄一点就是真相就摊牌啦，对不对？这个时候就有模糊的空间。是摊牌啦，问题是，这谁他也都搞不定啊，他能搞定谁啊？谁也搞不定啊！你没看到都是李泽华跟林乾隆两个人，一个秘书长，一个在那边这边跑来那边跑去，这边协调来这边写，然后你就看到中常会，我们要有原则，我们要公平，然后呢协调了，主席人在哪里？然后你就看到中常会，我们要有原则，我们要公平。然后呢，协调了，主席人在哪里？主席人在哪里？都不在啊，都不在啊。所以，好，请，这是不是请自重？请自立自强。可是这整个局势这样来看，建委，请问一下。刚才讲到郑运主席对于那个所谓的政协会或是国共之间的接触，他很有自信，他觉得都会加分。大家都在讲，刚才上公是说对整个社会氛围来讲，真的会这样吗？他质疑。然后尤其是大家讲，在南台湾的选战里面，这个恐怕是对于南台湾在选举对国民党的候选人会更吃力，会不会？这郑丽文有时间压力啊，他要见习近平要快啊，他一定算嘛，离选举还不会很靠近，你等到大选的氛围都上来了，你那时候要去见习近平，那国民党内的反对声音就会先出来。所以他现在一定是希望尽快去见到习近平。他还没有竞选党主席嘛，他一当选党主席他就提了。他认为这其实不只是考量到他跟选举有没有帮忙，他才不管。对郑丽文来讲，这是他人生的历史定位。他能谁有经验去见到习近平啊？就让去被摸头也很爽啊！搞不好他想法绝对是较主书啦，讲白点，那官台恁国民党这人细话，反正你们这些人也不一定会听他的啦，所以我才觉得他一定急着要去见习近平。我才很悲观的说，国防预算绝对不会过不然他怎么见习近平？习近平哪会让你来啊？但是他现在的筹码就是你见我一下吧。国防预算我都表现得这么，老美给我那么大的压力，我等不差别啊！国民党就不理老美，国防预算都全部挡下来了。那习近平会不会见他？在我看起来有机会。但是这个跟选票的关系不在郑丽文的考量。但候选人当然会紧张了。所以郑丽文不只是去见习近平，去那边讲什么做什么，或者是回来的一个。共产党会怎么定义他见他以后的结论？这个对选举当然有输赢。所
所以我们也是乐观其成。好，如果他真的想去的话，只是不要忘记啊，你是台湾最大在野党的党主席啦，去那边还是要有一点分寸的。我认为共产党会给他机会。在我看起来，因为我看的是国防预算，国防预算的问题。OK， 那郑丽文去也不会一个人去，他会带很多国民党立委去。那这样的一个访问团对于大选会不会有冲击？当然会。你说越南部，那当然大家对看到这一幕，你要了解哦，几次的大选举，国民党说民进党老是操弄那个什么芒果干，芒果干，抗中保台，这是国民党先玩起来的。国民党反正每次大选的必要行程 ABC 叫 SOP 啦，第一个一定就是去中国拜访，你要去北京嘛，见到习近平最好。所以郑丽文见不见习近平，对郑丽文的这么的安排来讲，他是不会去管你对大选的冲击。OK， 小平，你身为候选人，你们觉得这会有冲击吗？像刚刚讲的这样。刚讲到芒果干我们都吃那个原型食物，芒果直接吃掉，加工了以后，就一直操弄芒果干嘛，芒果干的。好，其实郑丽文也是初衷有戏，他想不想见习近平？刚俊宪讲得很清楚，见这是历史的定位嘛，谁都追求，我觉得无可厚非哈。那他也会兼顾国民党的处境，然后第一个他是不是从他嘴巴讲出？处境是大加分吗？处境是听我继续叙述，就是他讲过互不隶属，这个从他嘴巴讲出来，我不是觉得惊讶了，从马英九讲出来就很轻松自在因为他的主张，所谓互不隶属，我讲民调，大概70%认为是两岸互不隶属。有10%左右认为说两岸应该就是隶属于对方，而这个对方是他的基础。请问你，我们的党员投票里面，可能党员里面有一半是认为应该是隶属那他得了6万多票，张亚中到他，对不对？比较偏统的票，所以他他往中间走也承载一些压力，这是他基本盘的，这郑丽文最值钱的地方好，要拉回来，他愿意讲出互不隶属，就是希望，就是等于是往中间走了一些。第一个，第二个，1月延到2月，然后呢，同时呢，国共论坛从国共论坛变成智库交流，智库交流去就很多学者去什么聊一下，都有一点像上海论坛，就降低位阶跟政治敏感度，这都在往中间走。其实郑丽文也不是没有在改变那我们所谓的国共论坛叫做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然后如果见到习近平了，那我们看嘛，刚刚俊宪讲说，是不是这个如果说2个结果，那俊宪的说法是说，他为了见习近平，所以副委不给他过1.25兆。那如果1.25兆，他讲了互不隶属，还降低层级，然后还见到习近平，然后还副委了，武器还副委了，台湾之盾还副委了，那他是有历史地位好，那见了面的话呢，然后绝不从习近平嘴巴讲出那叫做1国2制的和平方案，就讲一些比较模糊的，同为炎黄子孙，92共识下追求两岸和平。然后武器还那个台湾之盾这种防空武器，还有这个海马斯这些都还复委了，那情况格局，那国蓝绿。那是会产生质变，支持度就所谓的中间选民就会往蓝的靠多因为大家还是怕打仗，那就再回到赖清德的身上。我刚刚讲过嘛，大家都有史以来到现在，两边都不做区众竞争，都做离心的动作。你们搞一边一国，我们比较红统。如果他愿意跨出来，一个往中间走，我们主席 OK， 那就要考验民进党跟赖清德要不要往中间走我们就要拭目以待了。OK。金华，可不可以请问一下，这时候冒出大家在讨论紫云皇室，为什么这时候大家要讨论这个？大家讨论这个当然是因为黄国昌跟蔡正元上演一场大和解的关系啦。不但上演一场大和解，而且呢还在开始在考据这个你从哪里来？那这个为什么要你从哪里来？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黄国昌跟蔡正元之间呢，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割阑尾运动，黄国昌是有参与的那割阑尾当时要割的是谁？割的是吴玉生，割的是蔡正元所以等于说当时呢，这个黄国昌曾经想要罢免过蔡正元这件事情，那2个人竟然能够在时隔11年后上演大和解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不但上演大和解，大家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最不可思议的是
黄国昌跟蔡正元之间呢，竟然开始在考据啦，就说到底你们姓黄哦，这只皇家从哪里来的？那为什么这样讲？紫云皇室哈，这4个字呢，大家昨天到今天网友已经哭手了一大圈了啦。那好，先哭手，等一下再讲。先讲这个紫云皇室，因为当黄国昌讲出来说，他们家去拜周先哦，拜祖先的时候呢，那个墓碑上面写着紫云2个字啦。所以呢，这一讲完了之后，蔡正元就说啊，那你们家呢，应该就是从这个对岸，从泉州的皇家来的啦。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泉州的皇家这一支呢，他们当时呢，这个称叫紫云皇室啦。然后他们呢，对于汉传佛教非常有功劳。什么意思呢？在唐朝的时候，你知道是多少年前吗？他们已经讲到1300多年前，意思就是1300多年前的时候，你们皇家啦，当时呢，这个在中国呢，这个因为变成有钱人了，很有钱了之后呢，对于佛教呢，这花了很多资源去投资啊，所以对汉传佛教非常有帮助啦。所以呢，两个人一唱一搭了之后呢，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讯息啦，就说你们的周先就黄国昌的祖先是从中国来的啦。所以这个文化上的一中是另外一件事情大家在观察的是。这个一方面是这个黄国昌有没有可能他的动作呢，要到中国去做祭祖去这个等于说去这边寻根溯源这一件事情。毕竟他的好朋友馆长之前才曾经讲过，要帮赖清德去那边溯源嘛。那所以呢，感觉起来他的好朋友馆长最近很喜欢做帮人家找祖先的动作啦。现在看起来这个黄国昌自己呢也搭上了找祖先这一条路，那所以呢，大家就很好奇啦。黄国昌跟蔡正元这个动作毕竟我想5哥大家在做节目应该都很清楚一件事啊，这个节目的主题一定都是事先安排的啦，这个不太可能说临时现场2个人突然想出来说，我们家紫云皇室，好，我告诉你们家紫云皇室的由来是什么，突然讲了一圈。这个主题一定是先 say 好的，2个才决定要讲什么内容嘛。然后蔡正元就讲了一大段历史嘛，因为蔡正元过去这几年都一直在讲什么台湾岛史啦。那蔡正元的史观我这样解释蔡正元对于台湾上面这些人的由来的史观，一律都是接到中国去他讲就台湾所有人的这个祖先不管是谁啦。就算你家曾经跟南岛语族有过任何婚姻上的交流啦，反正你家最后血统一定都是中国人，这是蔡正元那一本书里面写的原因是吧？绝大多数是吧？这个是不是这个见仁见智？因为不同的书，这个要见仁见智。我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那就OK， 见仁见智。蔡巴力写的书有蔡巴力的观点所以我们这边不是要讨论到底是哪一个我们在讨论纯粹是黄国昌跟蔡正元这个动作啦，让大家觉得说很突兀啦。当然你说对国人来讲的话，这些今年是个大选年，这些议题一定都会动辄影响到2026这次大选相关的一些到底老百姓民众的一些想法到底会怎么样？但是全世界来看，创下美国是不是真的要打伊朗？会不会真的打了？基本上呢，可能会去希望让现在的哈米尼政权在内部里面自己瓦解。因为川普不是他突然又发了一个大批美舰往那个就是波斯湾那个地方集结吗？对，是就集结，极限施压。那极限施压里面，其实呢，但是会不会打？当然我们后面会讲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核燃料核子的原料。所以他现在就是第一个呢，现在伊朗也首度的官方讲法，对不对？已经这样子的一次180几个城市，3117人死亡。蔡正元的史观我这样解释蔡正元对于台湾上面这些人的由来的史观，一律都是接到中国去他讲就台湾所有人的这个祖先不管是谁啦，就算你家曾经跟南岛语族有过任何婚姻上的交流啦，反正你家最后血统一定都是中国人，这是蔡正元那一本书里面写的原因是吧？绝大多数是吧？这个是不是这个见仁见智？因为不同的书，这个要见仁见智。我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那就OK， 见仁见智。蔡巴力写的书有蔡巴力的观点所以我们这边不是要讨论到底是哪一个我们在讨论纯粹是黄国昌跟蔡正元这个动作啦，让大家觉得说很突兀啦。当然你说对国人来讲的话，这些今年是个大选年，这些议题一定都会动辄影响到2026这次大选相关的一些到底老百姓民众的一些想法到底会怎么样？但是全世界来看，创下美国是不是真的要打伊朗？会不会真的打了？基本上呢，可能会去希望让现在的哈米尼政权在内部里面
自己瓦解。因为川普不是他突然又发了一个大批美舰往那个就是波斯湾那个地方集结吗？在4就集结，极限施压。那极限施压里面，其实呢，但是会不会打？当然我们后面会讲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核燃料核子的原料。所以他现在就是第一个呢，现在伊朗也首都的官方讲法，对不对？已经这样子的一次180几个城市，3117人死亡，这样一个状况，而且都是在那种非常是国家暴力级的，甚至是街头行刑级的，有这么强烈。然后呢，当然他们的指挥官也会讲说，我锁定美国的所有目标，我都会去攻击或者，但是美国那些目标并不在伊朗啊，就是是不是暗示着叙利亚或周围的卡达，就美军的一些基地，周边的中东，它是不是有攻击、报复升级，对不对？可是呢，那现在这个时候，整个林肯号更靠近了，但是事实上林肯号上去之后，有 F-35，有炸弹卡车 F-15E， 对不对？F-15当然跟我们 F-16是兄弟，可是 F-15E。他做了很多电站，和现代的一个电子征收设备，所以它里面是像 F-16V 也是升级，但是它升级的更彻底，而且载弹量更大。所以本来以色列一直想要跟美国买 F-35的，后来以色列看到 F-15E 说，不用了，你给我 F-15E 就可以了。所以这非常强。然后 C-17至少10架嘛已经锯过去，可是这个东西是直线施压，而且最重要的是。旁边有那么多的飞弹巡防舰、飞弹驱逐舰、战斧巡弋飞弹，不是林肯号或 F-35直接去飞，每次从第一次波湾、第二次波湾，战斧巡弋飞弹都可以打过去。但问题就在于，现在伊朗的问题就是它有核弹，有没有做出来不知道。可是浓缩6离心机不断在做。那目前呢，在整个国际原子能总署去查或怎么样，有440公斤高浓缩量，就是核弹级的。库存状况不明，那库存状况不明，那如果搞掉了，那这些外流了，到其他的地方去，那个东西要么做脏弹，要么变成是其他国家核子弹的原料。所以其实呢，就是我跟通灵胡大哥在聊天的时候，美国为什么从来不会去斩首苏联？因为核弹给一个人掌握。还给10个人、一堆人掌握，那个风险更大。所以现在你说会不会？其实是，这就是为什么金小胖一定要做核弹。然后海珊和格达费因为没有核弹，美国就绝对斩首。那现在哈米尼斩首风险也小了。对，没有头了。现在哈米尼现在也是用这个，但是你会看到川普是极限施压，告诉伊朗人，你们自我改变的决心可以继续坚定下去。OK， 上空来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格陵兰，川普不是一定要吗？而且那个价码后来说用买的，然后从10万已经到100万，每一个人100万美金，然后突然之间，然后就说美国跟北约大家某种就刚才那个青黄也有讲，达成一个架构的一个协议。然后格陵兰，我看到另外一篇才妙，是格陵兰总理说，不是什么事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了？格陵兰总理川普都说过你哪位？不是格陵兰总督，格陵兰总理没有说过你哪位嘛？所以他出来讲话，那当然他讲话是说，包括连丹麦都说了，你北约不能决定格陵兰的命运嘛。那看来，川普对格陵兰看来好像不管用任何方式，就是要，所以你看。经济学人这一期就用这个哈，那当然，奇雄的照片这个是那个虚构的嘛，奇雄曾经被虚构的照片，还有一个普丁奇雄那个也是骡子上半体嘛哈，那为什么会搞熊？当然北极有熊嘛哈，但是你为什么要不穿衣服就学普丁嘛？普丁，当然，我们的看法跟郑丽文不一样了哈。我们认为他是独裁者，你们郑丽文说不是了哈。那他在格陵兰的上面，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强硬啊，独裁啊，我就是要啊，所以经济学人就用了一个讽刺嘛。但经济学人认为说，川普其实造成的真正的威胁，并不是格陵兰的问题，而是他跟欧洲之间的关系，因为以前美国跟欧洲在谈 FTA 的时候，它都叫做跨大西洋，那个 FTA 协议啊，都叫跨大西洋。
那现在你这样搞下去的话，那就跟造成跨大西洋的联盟的瓦解，换言之就是跟欧洲的女盟国之间会产生嫌隙嘛。OK， 还记不记得他说8个要扣税的？对啊，你们8国联军，我8个要扣税，结果8个里面有英国，他们大概在欧洲最铁的哥们吧，英国也在里面。其实丹麦，上次主持人说丹麦开 F-35去对啊，去护格陵兰，F-35哪里的？美国，跟美国有一定的交情，你才能买到 F-35的哦，对不对？然后你说瑞典这些国家，挪威只派2个，会很那个痛恨美国吗？不会啊，对啊，芬兰啊那一些国家为了抵抗那个俄国，都在跟美国买武器然后到最后搞到。大家8国联军，这几个37个吧，50个，没有37个了。那德国13个撤了，然后法国15个，德国13个，各派几个意思。对，总共加起来37个，一台游览车还坐不满。然后当然他在形容这件事，但是看起来，川普对格陵兰这件事情。大概在他任内是不会放弃的。OK， 未来国际的局势到底会怎么样？全球现在目光焦点都摆在伊朗这一局，会不会真的发生很强烈的一些军事上的冲突？那除了这个以外，对国人来讲的话，当然我们最关心的是刚才前面所讲的这些所有议题，包括我们的国防特别预算，那什么时候会不会过？那这中间包括在选战过程当中，合纵连横未来怎么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